好，这几天许多的观众朋友都很关心一件事情呢，就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飘出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个论调，掀起了现在国际媒体所有人的关注。那么美中的领导人也马上打了一通电话，我们看到这次是习近平主席主动打电话给川普总统，并且在通话中强调，台湾回归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希望不管是美方也好，或是日方也好，在这个问题上要做出自己的明确的一个表态。那与此同时呢，美国的海事这个新闻网站的 Maritime Exclusive， 它一个报道就指出呢，直到今年的10月，其实在中共这边的高层也做了很多的风吹草动，包含中共解放军有4位4星将领，他们被免职了。那其中呢，不乏曾经在东部战区的这个前线指挥官，可以说是这些东部战区的将领们，他们就是万一这个中国沿海，不管是对台海、对日本有什么风吹草动，这些人就是第一线的执行者。那习近平一边强调台湾回归的论述，那另一边是大规模的清洗这些东部战区的将领，这是在清除军中的贪腐吗？表面上好像是，但更多人解读会不会是说，因为东部战区很多人嘛，有鸽派有鹰派嘛，现在就是要把鸽派的人全部扫荡掉，派出鹰派，派出战狼派，派出想把台湾这块肉叼回来最积极的这群人，让中国高层夙愿已久的，我们说2027年进攻台海统一大业这个事情，现在已经在做准备了，是这样吗？尚志哥，其实我们在看有关于2027年的这个全世界，包括很多的这种军事的智库，大家会直指2027年，其实有好多原因。那这个原因不乏，首先第一个部分是习近平在2022年当时是第三任所以到2027年是第4任，这是第一个，他权力的延续，这第一个。再来的话就是中共的解放军的整体的军备，包括第6代战机，包括我们讲航空母舰的第4、第5的话，大概都在2027年能够非常完整的成熟的成军。这第二个，第三个都提到说，中美的军备这件事情，到2027年，中国大陆的解放军的总体赢过美国是会更完整所以以及第4个，我们在思考的其实就是什么？是中国大陆内部本身，包括经济或各方面的稳定性，已经可以承担一旦要攻击，我们刚才讲应该是要武统台湾的时候呢，如果国际制裁各方面，中国内部的经济体制是可以挺得过的，因为他们一直在准备好。那么多当中，到底哪一个原因？其实国际当中其实都关注的，或者是从中国自己的历史上的这件角色是什么？就是要确定你所有的部分最关键的将领有没有2星。所以其实我自己在两岸当中这30年来，在过去一些产官学在思考两岸最危险的一个观察指标，就是一旦大规模的在清洗军中的，尤其是最高阶的人士。为什么？因为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当中朝代的更迭，一旦如果没有，因为涉及到军力的变动，整个中国的国土里头就有很多的区域的部分战争，于是就诸侯割据，就一旦打仗诸侯割据，在近代的时候也叫民国好不容易推翻满清，结果军阀割据，所以也就一旦打仗要进行统一的时候，其实手上有军权的人，如果他不够忠诚，不够真正的向心的时候，他其实非常危险的。我们现在看到，在这一波当中，包括9名的高级将领，33个上将当中，已经有12个上将被清掉了，而且没有补。所以到底会什么样的原因？其实你说只是反贪腐吗？但是反贪腐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如果你一旦贪腐，是不是表示美国花钱就可以把你买下来了？或者是说你自己为了你的利益，可以在最后一旦在所谓特别是东部战区要打台湾武统的竞争的时候，其他西北、东北的战区，大家就可以这种兵力一旦乱起来了，特别是如果一旦整个战线，包括像日本，包括美国等等都卷入的时候，要知道这个部分手上有军钱，如果不效忠习近平，不效忠北京中央的时候，那完全就是大失控，而且还有列强马上就进来。所以我们现在在观察整个在清洗有关于军中人士，不只是贪腐的问题，所以这里头确实有个指标，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在2025年的年底前清洗掉那么多12名以上的部分上将的时候，就表示后面的递补大概到2027年之前2年内，因为我们看火箭军的经验，1年内、1年半、2年的话就可以稳定下来。所以现在两岸当中的这个紧张，我们确实要看。我个人是特别觉得，军事人士当中
的清洗是指标两岸。我们都知道，今年的部分已经很确定，9月10日，中国大陆已经是推进两岸所谓推进统一了。这个部分不只是对台湾民众宣说，是对14亿民众的同胞也都是想要推进统一了。所以军事是恰好是一叶知秋。是好，这个上次哥帮我们点出了从高阶军事将领的人员调动呢，就可以看出这个中共在实务规划，尤其是在统一这个议题上呢，现在步伐是迈开了。好，那全球现在再度聚焦台海局势，还有当中的各种政治博弈跟诡局。中国央视也重提了日本曾经在2021年呢，就针对台海有事，其实就模拟过了3套剧本，这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是因为首相的一句话呢，又被考古挖出来了，并且上了中国的网络热搜。我们从曝光资料可以看到，这计划的核心呢，大概有分成3个层次啊。第一层就包括了水陆的机动团快速夺取关键岛屿，然后建立前线的据点。那第2层是大规模的兵力投射，还有最重要的第3层飞弹的介入等等。好，所以日本台海有事的剧本，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这一次，首相在公开的场合从他的嘴里说出这句话，引发了这么大的风波。2个问题想请教这些大使：一，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日本是玩真的吗？还是万人响应、无人到场的漂亮话？2，就是中共解放军对于这套计划，我们说日本设定的3层计划，有没有什么解放？就是最重要的是加强战备力量。这个事实上，2016年开始，日本就已经在这个所谓的西南诸岛，就是我们讲的琉球群岛，是从最南到最北，全部加强军事的部署。那最南的一个岛就是最近那个小泉啊，他去到的这个与那国岛。与那国岛距台湾110公里。那小泉最近就是明白的说明，他说要在这个与那国岛部署034中程防空飞弹。那过去事实上与那国岛，我们得知的消息，它在上面的部署了所谓的这个监侦的设备，也就是侦察观察的侦察的这种雷达设备。是那飞弹上舰的话，这一次连型号都讲得非常清楚。当然，这个034的中程飞弹防卫部署，非中程防卫它是大概是针对防空的，大概是50公里以外的50公里左右的。那是不是还有更远程的打击量？我们不得而知。可光就这一点，中国大陆的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就已经昨天在记者会里面提出关切，说日本在距离台湾只有110公里的这个岛屿上部署中这好攻击性的武器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举动。那可是这个日本在这些岛屿上有所动作已经有多年了，只是目前就是说中日关系紧张它这个问题变得更敏感，而且在最敏感的时候日本的国防部新任的国防部的小泉部长还特别跑到与那国。是，你知道与那国离日本是1000里之外，离台湾只有110公里。所以呢，他特别强调这么一个对日本来讲非常的所谓以前我们应该讲说外岛，最偏远的外岛这么重视其实也象征了日本对于这个他的这个琉球群岛这个防卫是多么的重视。包括刚刚讲了，他这个整个的目标其实大部分就是什么战备。你说我们从与那国岛往北走，往北一直看与那国、石环岛、宫古岛、下地岛、那霸岛，再到奄美大岛，它每一个岛现在都在加强军备。军备的方向就是3个，第一个什么？增强驻军。像这个与那国岛以前是没有驻军对现在上一次消息是160人，160人。因为它那个岛很小对，非常小那宫古岛是600人。那宫古岛它的最高的那个山点是500公尺，上面设了一个强力的雷达。那另外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它的这个飞弹对空，我们刚刚讲的034是对空，它这个宫古岛很明确，它还有对舰，地对舰，对着海面舰艇打的，两者皆有那另外一方面，在这个我们在石环岛也是一样，都是在这个方面人员装备
然后都是远程打击能力的这个装备上去。那再接下来就是琉球本岛。琉球本岛本来日本驻的这个军队，它是属于旅团级，是旅团级，可是这2年它提升到师团级，那配员额是4000到5000人之间，所以是兵力加重，然后呢，这个火力加强，然后呢还有很多新的设施。那在比较靠近这个日本本土奄美大岛，它修了很多的修了很多的机场，因为它土地比较大。而且大部分都是运输机的机场，有3个可以进行运输机的机场。那另外整个来讲的话，日本事实上我们讲2021年的这个计划，它预备在刚才也讲了，在那个各个岛屿总共设置130个飞弹的仓库，所以就变成就是说人员扩充，然后呢弹药增加，然后那个武器的性能提升。那还有就是它的监察、电战能力电子作战能力、反干扰能力全部都加强。所以呢，这个在这个2次大战以来，过去琉球是属于美国在管辖，现在日本的自卫队已经把它当做一个攻击前沿了。因为为什么不是攻击前沿，而是防守前沿啊？也有说他要把这个将来的战斧飞弹也放在上面的话，战斧飞弹有的就可以打1000公里以外。所以呢，就变成这个对日本来讲是一个极大的改变。那你说琉球群岛有这么的受到威胁吗？好像也没有。所以在它这个在加强，比如说这个与那国石环岛的时候，这上面的军事的整个的部署当地老百姓都非常的反对。对，因为他们就说，本来我是无武装的，那不会变成军事打击基地。那你现在变成武装了以后，又有远程打击别人的能力的时候。那真正情势紧张的时候，它就可能被打击。所以呢，这个对于与那国岛、对于石环这几个非常靠近台湾这几个岛，他们越离这个日本远，越离这个台湾近的，他们这个老百姓心里面都是蛮抵制的，可是看起来日本加强这个琉球群岛整个的人员的以及装备的人员的部署将被提升，这是一个既定的计划。而且进行的速度非常的快。了解。好，因为一句台湾有事论，让中美日3方的领袖呢，现在都为此通话。那我们台湾的长官们有什么表态呢？来看到行政院长卓荣泰25日就针对习近平声称台湾回归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重要组成的部分，他表示呢，中华民国台湾是完完全全的主权独立国家，所以没有回归这个选项。纽约时报则分析习近平向川普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论述论点就是在中美2战的时候呢，曾经是并肩对抗法西斯主义跟军国主义的伙伴因为日本2战的时候又侵华又偷袭珍珠港嘛，所以是中美2国共同敌人，这个没有任何的毛病。那不该让台湾这个问题来动摇曾经的历史纽带。那习近平试图用2战的叙事来拉拢川普。但后者呢，似乎没有要接这个球，没有要去提这件事情，继续维持美方一贯以来对台湾议题上战略模糊的这个立场。那不知道这是2人认知上的差异呢，还是就是一个避讳，我不想跟你主动掉入到你的陷阱里。那乌克兰的结局已经对于大家全世界已经是个血淋淋的案例了。台湾生活在这边2300万的人，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干哥，你的看法？所以你看刚才大使所讲的这一段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为什么要在西南诸岛，然后建立飞弹的仓库？然后他一直没有提到海上自卫队。其实海上自卫队未来的动向才是最重要的。大家要有一个观念：日本海上自卫队现在是全球第4强了。它只是一个自卫队，错了。它的实力超过多少国家？它只输给中国、俄罗斯跟美国而已。它现在是第4强，它随时可以变得更强。海上自卫队就是这么强。好，但是碰到了中国，它就没辙。为什么？因为中国的规模已经不是你可以想象的，连美国都不敢想象。所以高市早苗现在在玩危险的棋。你在接近台湾的这些周边岛屿部署了这样的武器，甚至你还有什么水陆机动团？水陆机动团就是海军陆战队，这个最敏感。你只要部署了水陆机动团的意思就是什么？
你派了最精锐的部队到这些岛屿来，那就是台湾有事，马上就可以动起来。所以水陆机动团绝对不是来玩的，它是很可怕的部队，是日本自卫队里面的精锐。自卫队到现在规模不到15万人，你就派了水陆机动团来，这代表什么意义？就是要干预，万一台湾有事的时候，马上就能够介入，或者马上就能够拒止，这是最大的意义存在这边。所以习近平这次他讲了一句，他既然提到了二战的叙事，对，可是让大家非常感到，因为其实中国在2次大战的，就是说解放军他所扮演的角色，在历史上从来不是他们要强调的对象，因为他们承认是由国府来打这场战争的。但是这一次他们必须要拿出来，为什么？他说，中美在2战期间并肩抗击法西斯主义跟军国主义，我们应该好好维持着这个几十年来的共同的特性跟成果，所以希望川普能够重视这件事情。那其实老实讲一句，中国在就说我们10月25号的台湾光复节的时候，台湾光复没有什么活动啊，台湾本身都没有什么活动。大陆那边是大做文章，大做文章是什么意思？就是必须要去回顾历史，知道说台湾是从日本占领底下光复的。那现在中国愿意回到史实来审视这件事情，反而是台湾自己的政府不愿意审视，他们叫做中战，不叫光复，你听得下去吗？所以行政院长卓荣泰他说，台湾是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没有回归这个选项。对，我们都同意，你现在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但是两岸之间难道永远不要谈吗？我想再这样子下去的话，习近平的态度只会越来越强硬的，而且对美国的施压会越来越巨大。是，好，两岸人民同文同种，所以我们还是不希望看到两岸真的有这个兵戎相见的一天啊！天佑台湾。好，下段节目回来还有 AI 版图的变化跟俄乌议题的讨论，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